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三三。2025年终于来了，这是一个人生重启的年份。今年我们将见证一种罕见的天文奇迹——七星连珠。想象一下，太阳系中包括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和天王星这7颗行星，竟然会在2025年的2月28日的同一时刻，奇迹般的排列成一条线。这不仅是天文爱好者的狂欢，更是宇宙能量的集中爆发，象征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开端，预示着我们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和机遇。今天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历史上，每当七星连珠出现时，世界都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革，以及这些变革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然后我们将探讨2025年这一全球重启之年，我们应当如何抓住机会，规划自己的未来，迈向更加美好的生活。七星连珠在宇宙中是一个巨大能量的集中现象，象征着某种重大的转折或新的开始。它预示着现有的秩序的瓦解与变动，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变革的先兆。这种罕见的天文现象背后，往往伴随着时代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启。公元前1953年，历史上首次有天文学家记录七星连珠。古巴比伦的天文学家看到并记录了这一奇异的天文现象。那一年，古埃及正处于第12王朝的末期，尤其以法老阿蒙姆赫特二世和塞努斯雷特二世的统治为代表。埃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巅峰，特别是农业、贸易和手工业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尤其是通过金矿的开采和贸易带来了丰富的财富，奠定了埃及文明在古代世界的强大影响力。同样是七星连珠发生的公元前1953年，苏美尔文明开始衰落。苏美尔文明曾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第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以其城市化、楔形文字和先进的农业技术而著称。而那一年，阿卡德帝国取而代之。阿卡德帝国的统治者萨尔贡大帝通过征服和统一多个城市国家，创造了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帝国。这个模式后来影响了古代世界的帝国建设。阿卡德帝国的建立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尤其是苏美尔文化和阿达德文化的交织，推动了楔形文字的普及，并促进了法律、宗教和艺术的传播。也是那一年，出现七星连珠悬挂天空的公元前1953年，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衰退。印度河流域文明是世界4大早期文明之一，具有高度的城市化、先进的技术和繁荣的经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衰退是一个尚未完全解答的谜团。在出现了七星连珠的那一年开始，印度河流域许多城市突然开始被废弃，文明的中心开始逐渐衰落。然而一击死一击鸣，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衰退，社会集权管理的瓦解和严密管理手段的松懈，为印度宗教及印度宗教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印度教的早期信仰体系开始慢慢形成，以致后来的印度哲学、宗教思想如轮回、业力、存在、自我及宇宙的本质等，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七星连珠的奇异现象是平衡与和谐的象征，象征着一种天体之间的平衡与和谐。由于7颗行星在各自的轨道上彼此接近排列，它们的能量可能会相互调和，带来一种平衡的能量场。这种平衡的能量场可能对个人的生活及地球各文明产生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在开放思想和经济繁荣方面。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第2次七星连珠是公元前582年，中国和巴比伦的天文学家都看见了这一次奇异的天文现象，而那一年是新古巴比伦帝国最兴盛的一年。尼布贾尔彻二世建造了传说中的空中花园，这一花园被认为是古代世界7大奇迹之一。根据古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的描述，空中花园是一座分层的花园，宛如漂浮在空中。传说尼布贾尼彻二世为他的妻子阿米提斯建造了这一奇迹，因为他思念自己的家乡山区的景色。
那一年，中国处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朝的衰落和各诸侯国的崛起，社会动荡不安，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化。各位老大争夺地盘和争夺资源而进行各种杀戮，社会矛盾加剧，老百姓颠沛流离，痛苦不堪。面对这种社会的动荡和困境，各种思想和学说应运而生，寻求解决国家治理、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的办法。各派的思想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形成了诸子百家思想的兴起。那一年，影响中国文化深远流长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开始形成。这个时期，思想家们的不拘一格，打破了传统的束缚，提出了很多创新的理论，是中国人思想最开放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7颗行星在天空排列成一条直线，被视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天文现象，通常与重大的历史事件、社会变革或政治动荡联系在一起。由于古代中国人相信天象与地上的事物之间有密切的联系，7星连珠被解读为某种预兆或天命的象征。公元前213年，7星连珠出现了在秦朝的天空。那一年是秦始皇武力统六国后的第3年。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或者可以说是巩固秦始皇一人说了算，大力推行郡县制，通过将全国划分为多个郡和县，直接由中央任命官员来管理地方，结束了封建社会分邦建国的地方分治系局面，建立了大统一的皇权。公元前213年，李斯在一次朝堂中公开反对儒家学说，认为儒家的思想不能为国效力，而他所推崇的古礼和传统对于秦朝的治国理政毫无意义。一名儒生在场，愤怒地辩驳李斯的观点，强调儒家的仁义与礼的重要性。李斯冷笑着回应说，如果我们的国家依赖这些空洞的道德，而不是通过法律的强制力，如何能稳定国家？李斯是秦始皇的重要谋士，他推崇法家思想，强调通过严刑峻法和中央集权来管理国家，追求社会的严密秩序。而当时天下儒生们左一句引用《论语》曰，右一句《尚书》谓，提笔引述《礼记》，提倡仁爱和礼智，强调等级制度、道德责任等思想，和秦始皇的血腥暴政有严重的冲突。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李斯的提议下，下令焚毁除了医学、农业、卜辞之外的所有书籍，包括儒家经典和历史书籍。焚书后，李斯认为儒家学者在社会中有强大的影响力，可能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和反叛。同年，秦始皇又实施了坑儒政策。史书记载，当时大约有460多名的儒家学者被活埋。坑儒政策激起了社会强烈反感，许多学者和百姓对秦始皇的专制产生了愤慨。这个事件是秦朝暴政的象征之一，最终导致了秦朝的灭亡。7星连珠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特别是影响一个时代重要个人的意识觉醒，也就是知天命的开始。这里不得不提1366年，那一年元朝的天空挂着7颗明亮的星星连成一线，预示着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虽然元朝的历史中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单一大事件发生，但是在那一年，一个会在历史上影响巨大的君王毫不犹豫使出了人生最关键的狠手。朱元璋在1366年从红巾军中的一名普通将领机缘巧合成为一名重要的军事领袖之一。朱元璋幼年时期家境贫困，父母早逝，生活艰难。为了生存，他多次改变人生策略。他曾一度削发为和尚，也曾因饥荒和战乱沦为乞丐。由于元朝统治下的社会动荡和贫苦人民的疾苦，朱元璋后来决定投身起义，加入了红巾军，并且在随后的几年内凭借自己的才干和运气逐渐崭露头角。小明王韩林儿是红巾军首领韩山童的儿子，后来韩山童死后，韩林儿称帝，建立了宋政权，年号龙凤。韩林儿被称为小明王。小明王韩林儿是朱元璋的君主，是他的顶头上司。1366年，
这一年的天象似乎为朱元璋的人生道路点亮了光辉的指引。他突然看到自己以后可能有机会成为大器的希望，并于那一年狠下雄图壮志，誓要干一番帝业。在那一年，朱元璋派遣手下亲信廖永忠前去接身在滁州的小明王韩林霭返回应天府，但是在途经瓜州的时候，在其他船都没事的情况下，韩林霭的船奇怪的突然侧翻，整船的人无一幸免，全部溺死于江中。廖永忠为朱元璋扫除了日后称帝的障碍，成为了明朝的开国功臣，被封德庆侯。然而仅在封侯后第5年，廖永忠就被朱元璋下旨赐死，成为朱元璋诛杀的第一个开国功臣。1524年，七星连珠的出现使很多欧洲人担心世界末日的到来。然而七星连珠或许引导了欧洲人走出了漫长的黑暗中世纪。那一年，宗教改革运动兴起，马丁路德的宗教思想开始传播。他提出，决定天主教徒能够被得救的唯一检验标准是信仰，而不是对教会的忠诚，或者是花钱购买赎罪券。马丁路德认为，信仰和教义的唯一权威来源就是圣经，任何人或组织不能垄断对圣经的解读。这一系列的新思想导致了天主教会的分裂，促进了政治、宗教、文化、教育的变革。宗教改革运动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新教徒，而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间的冲突不断累积扩大。在之后的1618年，终于爆发了欧洲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宗教战争——30年战争。这是欧洲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宗教战争。战争导致了数千万人的死亡，大规模人口下降，部分地区的人口下降 40% 到 50%， 特别是在德国中部、捷克和波兰等地，很多地区的居民几乎无一幸存。1821年，天空再次出现七星连珠，美洲大陆的墨西哥举国欢腾，庆祝墨西哥正式脱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打赢了墨西哥独立战争。一场历时11年的艰难反抗，战争直接和间接导致了约100万人的死亡，占当时墨西哥总人口的 10% 到 15%。其高昂的代价换来了墨西哥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走上了另一条曲折艰难的发展之路。而墨西哥的独立激起了拉丁美洲国家独立的浪潮的兴起。另一边的欧洲，在七星连珠的夜空笼罩下，拿破仑在经过了滑铁卢战争失败后，英国为了确保他不再对欧洲构成威胁，把拿破仑流放到位于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这是一座极为偏远的岛屿，距离欧洲约2000公里。自从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后，拿破仑常常感到孤单和沮丧。他时常回忆起自己昔日的辉煌时刻，并且对遗弃的命运感到痛苦不堪。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的生活相对清苦，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逐渐变得虚弱和病态，体重下降，并经常抱怨腹部不适和疲劳，最终在1821年死于胃癌。此时的欧洲由于结束了拿破仑战争，进入了维也纳会议后的和平发展时期。七星连珠出现的2000年是充满转折和变革的一年，是千禧年。全球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修复和预防千年虫计算机系统问题，使其最终没有出现重大灾难性故障。2000年是解开生命奥秘的重要一年，科学家宣布已完成对人类基因组 99% 的测序，是医学和生物学的重大突破。2000年是国家民族的重启之年，那一年中国成功申办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美正式签署了中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协议，确保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中国迎来了巨大的发展。那一年也是一位巨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他震撼整个地球的人生之旅。普京当时是一个相对不为人知的政治人物，虽然他在叶利钦政府中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但是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他并没有像其他政治人物那样有着深厚的根基。2000年，俄罗斯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普选总统，
普京竟然获得了 53% 的选票，成功当选了俄罗斯联邦的总统。他的胜利意味着俄罗斯在经历了叶利钦时代的不稳定后，迎来了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为俄罗斯和世界添风加雨。2025年2月28日，太阳系中的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和天王星会在天空排列成非常接近，它们的能量会互相作为，导致一种强大的能量的集中，对地球上的人类社会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会发生地球和个人层面上的重大变革。2025年，在美国，特朗普和富商马斯克执政组合上台，会重新洗牌旧规则，重新塑造社会秩序。地球的发展从全球化发展转移到了各自精彩的区域快发展，不同的政治思想阵营会各自抱团发展，彼此闭环对外竞争，是全新的地球发展新方向。2025年就是这种全新发展趋势的启动年。对于个人，我们将从2024年的 AI 觉醒之年来到2025年的 AI 发展之年。我们先撇开那些大时代、大视角，眼光回到我们自己。2025年将如何是个人的重启之年呢？2025年是一个个体命运的洗牌之年，也是个人发展艰难的一年。各个赛道都挤满了高手，不要觉得自己很难，别人也比你好不到哪里去，高手也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不要把自己逼得压力太大。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2025年的经济状况好与坏，首先是宜静不宜动，投资和换工作、换赛道方面少改变、少出手，尽量静静地度过刮风起浪的2025年。但另一方面要修炼自己，知识上有机会要进修，特别是和 AI 相关的，不要错过了这几百年不遇的知识大变革时代。精神上要多灵修自己的性情和多认识自己，多和自己的灵魂对话，培养稳定的情绪和强大的内心，正确对待2025年的外界千变万化。因为只有自己内在强大了，再大的风浪都能度过。2025年对于很多人来说是艰难的重启之年，做好自己，调整自己，自己强大了才能有机会重启，迎接精彩的人生。抬头看世界风云变化，大环境我们个人无能为力，但低头看自己，管好自己的心理健康是2025年的一个重要忠告。一定要有耐心、定力和毅力，努力不断完善自己，等待2025年的一切尘埃落定，我们将会在2026年看准方向，结合自己愤然起步，迈向更美好的人生。2025年可能是一个艰难的重启之年，尤其是对那些追求个人发展的朋友们来说，就像天上的七星连珠一样，世界正在重启，个人也需要做好准备，静待时机，蓄力再出发。记住，2025年是人生重启之年，是一个耐心等待、积蓄能量的时刻。把握这一年的机会，做好内在的修炼，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好了，谢谢大家观看这一集的人间闲聊，希望大家平安度过2025年，修炼自己的外在和内在，多观看33说一说，共同寻找世界的美好。我们下集再见。